Hello， 大家好，我是穆迪。今天来分享如何从成分筛选出安全的儿童防晒霜。你会发现，防晒霜后面的成分列表都标明了不同的防晒剂，但是它们都写的是儿童防晒霜。到底哪些成分才是安全的，才是适合敏感肌和湿疹娃的呢？首先，6个月以下的婴儿，我不建议使用任何防晒霜，最好用物理遮挡，比如说用包巾裹住啊，尽量避免直晒。6个月之后呢，你开始去公园玩了，没有办法找树荫，一定要晒的话，那就可以开始使用儿童或者婴儿防晒霜了。挑选安全的儿童或者婴儿防晒霜呢，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看它的有效防晒成分是否是纯物理防晒剂，也叫无机防晒剂 （inorganic sunscreen）。我们买孩子的吃的东西的时候，都会选择有机的嘛，觉得那样会比较安全。但是防晒霜，记住一定要选无机的。主要成分就是氧化锌或者二氧化钛，它们主要是靠反射和散射紫外线的。它们相当于在你皮肤表面形成一道防护墙一样，化学成分不会被皮肤吸收，因为有些化学剂它是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的，尤其有些成分有可能跟荷尔蒙发生作用，比如说我之前很不推荐的 oxybenzone 2苯酮3，这个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我都不推荐的一个化学防晒剂。氧化锌呢，尽量选择 non-nano zinc， 非纳米颗粒的氧化锌，它会颗粒大一些，更不容易被皮肤吸收，同样它的反射的效果也更好，防晒能力更强。美系防晒呢，记得它的标明要写的 broad spectrum 广谱防晒。如果是亚洲或者像欧洲的一些防晒呢，它可能会标明 PA 几个加，那我建议至少是3个加以上。这里注意，如果它的列表成分只有二氧化钛，没有氧化锌的话，说明它不是完全的全光谱，因为二氧化钛它对 UVA 的400纳米的波段防护力不是很好，不像氧化锌照顾的波段那么广，所以理论上来说它不算全光谱。那一会儿你会看见我推荐很多儿童防晒霜，它的成分是只有氧化锌没有二氧化钛的，这是完全 OK 的。所以买防晒呢，我们不要只看它的名称，上面写的儿童防晒霜，它就一定是适合儿童的了。比如说现在很火的 Black Girl Kids Sunscreen， 它是完全的化学防晒剂。我觉得大人用是 OK 的，其实它的肤感也 OK， 只是我不建议儿童或者更小的婴儿去使用。第二，如果你家娃是湿疹娃或者敏感肌宝宝的话，记住要选无刺激成分的防晒霜。可以参考它的名称上有这2个词第一个是 hypoallergenic， 说明它是经过皮肤科医生测试，成分不太容易引起过敏反应的。同时上面还有标明 eczema， 也就是湿疹，它有一个湿疹协会，他们认证觉得可以给湿疹宝宝用的。不过这2个词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化妆品是没有一个严格的程序说它到底能不能标注这2个 label 的。我们主要还是要看里面的成分是否有刺激精油，是否有香精、香料，还有 paraben。尽量选成分列表比较短的，像没有 fragrance 没有 denatured alcohol 就没有这些让你拔干容易刺激的成分。那因为我家宝宝湿疹比较严重，也属于超级敏感的吧，它是连加州宝宝那个面霜都是用不了的。如果你研究成分，就会发现加州宝宝的面霜呢，它里面的植物油提取比较多，所以油类成分提取比较多的，我也是不太建议湿疹娃用。比如说这个 All Good Kids Sunscreen， 它肤感都没有问题，只是成分里面的植物精油提取太多了，并不一定是刺激的精油。就单纯的植物油太多的话，会觉得很厚重嘛，那你到皮肤上也是一种刺激。那有些宝宝不仅对刺激精油，它对植物油也是能产生过敏反应的。给宝宝选择防晒的时候 less is more， 精简才是真实力。第3点呢，因为是给宝宝使用的嘛，我会比较谨慎，所以在品牌上我会选择大厂的，或者它的品牌历史比较悠久的，品牌更有质量更有保障的。那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你们听说没听说一个母婴品牌有爆出他们家 SPF 50的防晒里面添加了宝宝不能用的一些防腐剂，
但是它的成分列表并没有标出这些防腐剂。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一整个就震惊到了，给宝宝用的怎么可以欺骗消费者呢？所以如果特别新的一个防晒品牌，如果大家都突然说好，突然掀起了一股风潮的话，我是不会马上的去买或者盲目跟风的。你一定要自己去看一下它的成分啊，再看一下它的品牌的历史啊，多做一下功课，然后再去购买。下面就来推荐我们家娃用起来 OK， 成分安全、肤感好、不厚重的一些防晒。但还是刚才那句话，每个宝宝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尤其湿疹娃产生刺激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只有自己去亲自尝试才知道哪些防晒更适合你的宝宝。第一个，专业的母婴品牌 Mastella 妙思乐。妙思乐公司呢是1950年在法国成立的，现在算算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母婴品牌了。他们家的产品线也很全，从妈妈的一直到孩子的，洗浴的一直到防晒，各个的项目都有。这款成分我看非常 OK， 并且它吸收快，不油腻，泛白也没有那么严重。防晒剂是只含有氧化锌的，并且你可以看到它成分没有任何的植物油、刺激精油，当然没有香料和酒精，还添加了玻尿酸和维生素 E 滋润皮肤、抗氧化。市面上很难找到比它更简单的成分了，非常直接的、简单有效的防晒霜。同样也是防水的，海边也可以用，游泳也可以用。记住，所有的防晒霜都要补涂，如果你遇水或者流汗的话，都要2个小时补涂一次。下面一个专业的防晒品牌 Blue Lizard 蓝蜥蜴，看我频道的人应该都不陌生，我已经推荐过他们家很多的东西了。成人的我非常推荐紫色那款面部的防晒，那婴儿童的非常推荐他们家的 Baby 或者 Kids Sunscreen。它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品牌，是由澳大利亚科学家在1973年创立的。他们开创了一个很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叫智能瓶子。他们家的瓶身或者盖子是随着紫外线可以改变颜色的。比如说像我现在是坐在窗边的，那它的瓶盖就会呈现淡紫色。那如果我在外面室外的话，它的瓶盖就会越来越深，颜色越来越深，变色的程度显示了紫外线的强度。我记得我之前每次出门，如果我身边的人有人不认真涂防晒的话，我就会拿出这个瓶子在外面照一照，跟他们说，你看变色成这样，你还不涂防晒吗？这样没有人再偷懒了，都乖乖的涂起了防晒。蓝蜥蜴的成分呢，大部分是氧化锌和二氧化钛的结合。像这支 Baby 30的是 10% 的氧化锌， 5% 的二氧化钛，还有50的，我记得是 8% 的二氧化钛，其实含量是差不太多的，有效成分也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列表，你就会觉得哇，它能多简短就多简短，也是没有香料，没有刺激精油，没有酒精。它刚推开会有点白，然后你稍微再推个半分钟的样子，基本上就看不到任何防晒霜的痕迹了。而且它不会有一层油膜贴在你的皮肤，让你皮肤觉得很不透气。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推荐你使用很多植物油成分的防晒霜，因为添加植物油的通常来说都比较滋润，好像皮肤就留着一层油膜感。蓝蜥蜴的品牌我就不多说了，闭眼买绝对不会出错的。然后是一个比较新的母婴品牌，叫 Pipette， 可能很多人很陌生啊，但我一说到它的母公司，你一定知道是 Biossance。他们家一系列的角鲨烷的产品已经为人熟知了。Biossance 是由 Berkeley Lab 出品的，也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护肤品牌。那它所有的产品线全部都是添加角鲨烷的 Squalane，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油脂，可以润肤、软化角质、滋润皮肤。并且被证实呢，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它可以减少你皮肤对刺激物的反应。成分也是没有办法再精简了，前几个水、甘油、角鲨烷，然后就是一些溶剂了。只有一个软磷脂，它是用来滋润皮肤的，没有任何的植物油的提取。但要注意的是，添加角鲨烷成分的产品，通常来说都会非常的滋润。有利有弊嘛，它一定会在你的皮肤上留下一点点的
油膜感，但是它是会成膜的，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好像湿湿的在上面不吸收。这个品牌他们家其他产品我也是挺喜欢的，就母婴系列的，给妈妈还有孕妇用的，成分也都是很简单，非常 straightforward， 很明确的告诉你它的产品针对的什么人群，什么问题的肌肤。还有一个防晒霜我想在这里提一下的是 Aveeno Baby， 这个也很好用，性价比非常高的，但是要注意的是 Aveeno 产品家全部都是加入燕麦的，如果你的孩子对燕麦过敏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只能自己尝试你可以在你的手腕处或者耳朵后面就小小的地方先测试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些防晒成分有没有致敏的，然后你再大面积的使用。很多人都在问我如何卸除婴儿的防晒，是晚上就可以直接洗掉吗？要不要专门用什么婴儿沐浴露或者卸妆油呢？那我给我孩子洗防晒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婴儿的那种小方巾，那种婴儿的毛巾，比较柔软的那种，然后你可以蘸水慢慢的擦拭，其实大部分都可以擦掉了。因为我孩子湿疹还算蛮严重的，所以我平常是不太给他用沐浴露的。那如果你孩子没有这个问题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用一点点的婴儿油 baby oil， 也是放在你的小方巾上，然后蘸水轻轻擦，油溶油自然就溶掉了。除了防晒霜呢，我在这里一定还要强调硬防晒的重要性，遮挡、戴帽子，避免暴晒。像我孩子之前很小时候他是不戴遮阳帽的，他就直接拽下来，因为小时候孩子不懂事嘛。但他现在1岁多了，我给他戴帽子他已经觉得很舒服了，他知道帽子什么东西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他平常都戴一个遮阳帽了如果孩子再稍微大一点呢，或者他懂事了，你也可以给他戴一个太阳墨镜。墨镜还有遮阳帽其实不仅是保护你的眼周的皮肤，也保护你的眼球、你的眼睛的安全。因为孩子在10岁之前，他眼睛的晶状体是透明的，它会让更多的光进去，所以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伤害。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物理防晒、硬防晒有多么的重要。如果去海边游泳呢，我也会给他穿一个长袖的泳衣，那种泳衣其实蛮透气的，也有很多可爱的图案的，我孩子很喜欢穿。我也会把他用的一些产品的链接放在下面。好，那希望这个视频有说到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希望有帮助到所有的宝妈们或者即将有宝宝的妈妈们。如果有任何其他想看主题，也可以给我留言，你们每一条评论我都有认真看哦。不要忘记关注我的小红书 Instagram。谢谢你们收看，我们下期见吧，拜。